尾巴呀？可是有什么用？冠军还不是我的。还想跑啊？你这个小猫，一天到晚拆家，还敢在我的梦里做大 boss！ 我今天就要告诉你，什么是铲屎官的威严。打你我是舍不得的，但是撸你就跑不掉了。哎呀，球球，你怎么这么可爱呀？触感还是这么的好，你说，妈妈怎么就这么馋你的身子呢？我叫周天，是一名长跑运动员，因为右脚受伤不得不退役。告别运动员身份很难，但每个人都必须学会在不断的告别中前行。跑步的赛道虽然结束了，但是人生的赛道才刚开始。周天，加油！即使受伤退役，将来也要在体育经纪人行业继续为体育事业发光发热。哎，早啊，今天。早啊，欣欣。我上午有个面试要离开一下，不过师兄一会儿会过来帮你的。我是真不明白，都有一家咖啡店了，你还找什么工作呀？这是师兄的店，不是我的。都差不多啦。哎，小黑，欣欣，你看你，我去追。都没事吧？对不起啊，给我起开！我帮你叫救护车。我还没叫呢，怎么就来了？季总，你怎么了？季总，你先别动，快！走。我叫
叫周天，我会负责任的。周天是吧？你最好祈祷我们家季总没事儿，否则我保证你牢底坐穿。我好像摊上大事儿了。血压、心率正常，生命体征一切稳定，神经系统未见明显异常，目前仅是外伤。我们现在就帮你处理一下。我们这次在接到手环报警之后呢，第一时间就赶到了现场。如果您对咱们本次保险的急救服务呢感到满意的话，请给5星好评啊，谢谢。我就这么点小伤，你给我叫辆救护车？你至于这么大惊小怪的吗？季总，我也是担心你的安危啊！你的智能报警系统连接着我的手机，我收到消息后死活也联系不上你，我一着急就只能启动最高级别的急救保险系统了。下次再也不会了。你看 Lucy 姐的脸，这粉涂了3层都挡不住她的黑脸。能不黑吗？本以为 CEO 这个位置非他莫属，结果来了个空降兵。谁的手机一直震啊？业务这么繁忙，怎么没见出绩效啊？谁？站出来！完了，扫到台风尾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季晨。相信大家已经通过各种渠道获得过我的个人信息，我就不浪费时间做自我介绍了。我来兴义只有一个目的，那就是1年内业绩翻倍。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这么厉害啊！下面我代表季总宣布几个公司的最新决策。文创部的同事请起立。你们被解雇了，文创部就此解散。为什么突然解雇我们？为什么？你不能这么做，他们是公司的传统业务，不可替代。他们每个人都是公司的财富。一个每年开销占到公司运营成本的1/3，却带不来任何收益的部门，我看不到他们存在的价值。你刚来都还不了解情况就乱做决策，影响了公司的正常运转，你负得起责任吗？兴义是一家全面服务大文体行业的集团公司，不存在不可替代。这是去年各部门的创收和每一个员工的表现。根据盈利，我划分了及格线，线上可留，线下淘汰。李露西，你也被解雇了。兴义是我一手打下来的江山，就凭1年的业绩你就想开除我，以后你怎么负重啊？
要不是念在你对公司有贡献，你给乔伊接私活、中饱私囊这些破事，公司也不会这么轻易就算了。开除我，我怕你 CEO 的位置也坐不稳啊！要知道新艺有多少的演员都是我一手带出来的，我走了，你觉得他们会留吗？他们不留是我没本事，但是无论如何，你不能留。我会让你求我回来的。继续。接下来，体育事业部的同事有哪几位？首先，作为一名长跑运动员，我认为我比大多数人要更了解体育行业，也更了解运动员。其次，我热爱体育事业，所以体育部经纪人对于我来说不仅仅是一份工作，而是对体育事业的一份情感延续。在面对工作的时候，我会比其他人更积极主动，而多年的运动员生涯也磨练了我的意志力。进入体校的第一天，教练就告诉我们，长跑比的不是速度，也不是耐力，而是坚持与挑战的精神。不只是跑步，每行每业乃至整个人生都是如此。背后的领悟比表面的成绩更重要，这才是推动我们前行的动力。所以，我真的很希望可以得到这份工作。我希望可以通过这个职业去帮助体育行业，帮助很多冷门的项目开拓更广阔的市场。我知道我的简历不如别人的优秀。如果这次的招聘，公司的定位仅仅是招一个和这个职位匹配度最高的，那我承认我不是最好的。但是如果公司要招的是一个对公司有归属感，把工作当成事业一样去奋斗的员工，那我一定是最好的选择。周天小姐是吗？你好。在刚才的会议上呢，我们新任的 CEO 有一个最新的决策，就是体育事业部被缩减了，所以你这一次的招聘面试被取消了。取消？你们这个 CEO 这么随意的吗？那为什么取消呀？要不我去跟他聊一聊？那就不必了，我还有其他事情，我先走了。小夏，喂，周天，你在哪儿呢？在电梯这儿呢，怎么没走？知道你在开会，就不打扰你了。唉，刚才遇到你们公司的政策调整，我的面试被取消了。我知道，你先别走，我有办法把你留下来。你要我转去面试演艺事业部？先在演艺事业部占个坑，到时候再申请内部转岗，能行吗？演艺事业部可是星艺的王牌部门，只要你做得足够好，一旦有内部竞聘的机会，那转岗几率可是100%的。别怪我没提醒你啊，另辟蹊径现在是你唯一的出路。办法倒是不错，可是跟演员打交道，会不会很痛苦啊？我看你是在运动队待久了，这都跟社会脱节了。除非你自己做老板，否则全天下的工作没有轻松的。既然都是不轻松的，不如跟这些帅哥美女一起工作，看着就养眼。有道理，发人深省，振聋发聩。行，那就演艺事业部了，安排，我带你去，走。季总，参照您的习惯，已经加装了全智能办公系统。您的所有保健药品我已经全部为您备妥，放在办公桌左手边的第一个抽屉里。季总，
总，我是您的智能助理宇宙。您有一个会议即将开启，是否唤起会议模式？唤起。继承，我代表新义上下，欢迎你从总部调人过来。但是我们都想知道，为什么你一来就搞出人事地震，弄得人心惶惶，还把 Lucy 也开除？她可是公司的老臣子了。我看的是业绩，还有对公司的忠诚度，倚老卖老走不通。公司大部分的人都是 Lucy 带出来的。我劝你最好赶紧把她找回来。你跟集团是签了军令状的，假如 Lucy 把他们都带走了，你还拿什么去实现目标？那要是我听陈总的留下 Lucy， 日后业绩翻倍没办法完成，陈总是不是也一力承担呢？而我会对我说过的每一句话、每一个承诺负责。感谢各位的关心，会议到此结束。你们公司的阵容实力挺强的呀。那可不，星艺可是国内第1阶梯的文化公司，我们有全国乃至全世界一流的运动员、作家、演艺人员，那叫一星光熠熠。但是近些年来也是有点走下坡路啊。不过新来的季总简直就是冷面杀手，大刀阔斧，一上来就砍走了一大批蛀虫。希望他能让星艺重回巅峰吧。新老板长得可真帅呢。你怎么还跟小时候一样啊？见到帅哥就找不着北。否则我能来星艺当宣传吗？这叫遵从自己的内心。你没见到他，你看到他就知道了。这颜值啊，比演员还能打呢。这新老板啊，不止颜值高，手腕强，这一上来呀，就把我们部门1姐给弄走了。这 Lucy 姐和她狼狈为奸的文创部一走，真是大快人心。他们只拿钱不干活，活都交给我们。喂，第二会议是什么？好，我知道了。周天，我一会有事要先走一下。我们总监的办公室在前面的办公室，右走第1个区域的左转的会议室的后面的办公室，你知道了吧？我已经打好招呼了，你就先来当我的实习生，先进来再说。面试只是走过场，不用紧张，加油加油！我真的忙。那个小姐，哪儿啊？左边，应该是左边吧。办公桌还是办公室啊？总监应该是独立办公室吧。你好，我是来面试的。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？哎，对不起。是你？金总。
走！离我远一点！这家伙没事儿，太好了，我总算可以放心了。不过，该不会这么倒霉他是总监吧？我之前把他搞得这么惨，要不记仇应该很难吧？季总，你没事吧？季总，我没事。季总，他不会就是新艺的新任 CEO？ 我还送货上门了。不过新来的季总简直就是冷眼杀手，大刀阔斧。你不是新艺的员工吧？你哪位啊？不好意思，我走错了。等一下，哎，季总跟你说话呢。他贵人事忙，肯定不会记得我，肯定不会记得我。我记得你。不行，我得挽回他对我的坏印象。得罪大老板可没好果子吃。怎么挽回呢？博同情。这新老板啊，不止颜值高，手腕强，这一上来呀，就把我们部门一姐给弄走了。实事求是，讲道理。对不起啊！感觉我好像站进了没道理的那边儿。嘿嘿。你哪位啊？你刚才说你是来面试的，对吧？简历绝不能交出去，免得他公报私仇。季总找你要简历呢，还不拿过来？拿过来。我已经保持距离了。周天，告诉人事不能录用。是。你还没问我应聘什么职务，都还没面试呢，怎么就不录用了？季总是我们新艺最大的老板，他说不录用，那就是不录用。老板就能公报私仇啊？你刚才不是说不认识吗？装的倒挺像的。季总，您看新艺也是个大公司，您这样只手遮天不太好吧？程考本科，工作经验为0，毫无仪态可言。季总，仪态呢可以调整，文凭也可以再进修。至于工作经验嘛，我知道有工作经验的一定更有优势，可是这份工作没经验也不一定就干不了呀。经纪人不就是要跟人打太极，能够照顾人吗？这些我都 OK 的。打太极，照顾人，你就这么定义这份职业的？我刚才的措辞可能有一些轻率，我再重新组织一下。我觉得，如果他们是人群中闪闪发光的星星，那经纪人就是手持魔法棒的，让星星发出万丈光芒的魔法师。看来你真的很会打太极。好，那我就来告诉你，文化经济行业的真实状态。神经紧绷，时刻面临突发状况，不是在灭火，就是在冲向去灭火的路上。我们不是点石成金不费吹灰之力的魔法师，而是一点点努力把他们培养出来，推到目前的养成师。养成师，魔法师，啊，那不就是对同一件事情的不同解读吗？有必要这么上纲上线的？
如果没有100%的热情，就不要踏入这个行业。而在你眼里，我看不到一丝的热情。开门送客。好，季总，请吧。你们的咖啡。谢谢。谢谢。好帅啊！哎，你站远一点，别让他看见了。老板，每次你来营业，店里的销售都直线上涨。有吗？你看哦。不愧是越野跑界最会做咖啡的帅哥啊！看来天天面试有事办了。回来了，天天。服务员，吴兄。我先过去了。来杯巧克力，心情会变好哦。谢谢。我今天特别的倒霉，我一大早上就把面试公司的大老板给得罪了。你说这么小的几率，怎么就让我给碰着了呢？那中彩票怎么就没我的份儿呢？我知道是我不对，是我让他受到了惊吓。可是他堂堂一个大总裁，这么公报私仇，也太不合适了吧？林子大了，什么鸟都有，犯不着生气啊。要是气坏了身体，才是得不偿失呢。就这种老板，不跟也罢。你呀，就好好的待在喵星人乐园吧。你不是一直想开一家猫咖吗？我把店都交给你，这样你就不用去别人那儿受气了。我知道你是为我好，可是我总不能一辈子待在这儿吧？我也想去试试看更有挑战的事情。为什么不行？师兄永远是你的后盾。我的意思是，我想去做一些对体育行业有贡献的事儿。我明白，但是工作嘛，急不来的。在你找到之前，都可以一直待在这儿。服务员，我们的甜点。我没事了，开启工作模式。终于可以躺平了。球球，球球，臭球球，妈妈回来都不知道迎接一下。球球，球球，球球。欢迎主人回家。当下气温28摄氏度，
79%，已为您打开制冷系统。秋秋，你有没有见到一只猫？没有。我的猫丢了，你们有没有看见？你们有没有见到过这只猫？没有。秋秋，秋秋，哎，马大叔，你有没有看到我的猫啊？没有。你再看仔细一点。没有。行行行。怎么和我的雪球长得那么像呢？还一样的贪吃。老爸老妈，都这么晚了，你怎么还在外边啊？啊，我刚跟朋友一块吃完饭呢。啊，你今天那个面试顺利吗？挺顺利的，我觉得下周应该就能入职了。我就说没问题嘛，我女儿多优秀啊！我跟你说啊，你前途无量啊！你就是你是我们家的骄傲啊！哎呀，老爸，你这个彩虹屁吹的！哎，天儿，你找到了新工作，是不是压力很大呀？妈怎么觉得你好像找到了工作，也不是很开心的样子啊？也没什么压力了。怎么可能呢？工作怎么可能没有压力呢？有压力没问题，有压力咱们就释放它，实在扛不住咱们就回家。你记住老爸的话啊，爸妈养你不容易，谁欺负我们都不行。哎呀，老爸，我手机快没电了，我先回去充好电再跟你们说啊。哎，你注意安全啊！好。
坏了吧？这么干净，难道是走丢了吗？没吃饱啊？就只剩下一些刺身了，你吃吗？你抱住我的时候正大雨滂沱，我心里有一颗彗星悄悄降落，它在你眼中停泊，看见了我的承诺，最后会照亮整个黑暗银河。终于你走进了我生活，毕竟我们错过那么多，你跟我勾勒着彼此的轮廓，这辈子就跟着你漂泊。你静静不作声，好沉默，你怕人生苍白没把握，别害怕，我决定当你的衬托，让天空看起来更辽阔。你抱着我的时候正大雨滂沱，我心里有一颗彗星悄悄降落，它在你眼中停泊，看见了我的承诺，最后会照亮整个黑暗银河。因为遇见你，我把鞋子都踏破，我这一生都不曾如此深爱过，我为你付出所有魂魄，超度了我要变成一颗远方的彗星，永远为你闪烁，闪烁。你抱着我的时候正大雨滂沱，我心里有一颗彗星悄悄降落，它在你眼中停泊，看见了我的承诺，最后会照亮整个黑暗银河。因为遇见你，我把鞋子都踏破，我这一生都不曾如此深爱过，我为你付出所有魂魄，超度了我要变成一颗远方的彗星，永远为你闪烁。